现在的人体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湿气，那湿气啊，总会让我们感觉到食欲不振、没有精神，还会呢使人发胖，而且湿气还和很多疾病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呢应该是去除体内的湿气才行。那大家在晚上泡脚的时候，不妨加2样东西，可以帮助呢排出湿气，让睡眠也变好。第一个，加生姜，生姜家里肯定都有，大家晚上啊可以把生姜呢切成片儿，然后呢放到水中泡脚。生姜性味辛辣，有发汗解表、疏风散寒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经常的用生姜泡脚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。第二个呢，艾叶，艾叶属于中药材，尤其啊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好的。那么每天晚上泡脚时加一些艾叶，可以帮助活血、散寒除湿，对缓解体内湿气也有很大的作用，并且呢还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大家呀，每天晚上泡脚的时候，最好呀能够控制在15到20分钟，不要泡的时间过长。除了泡脚，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喝点冬瓜荷叶茶，既可以帮助祛湿，还能够帮助。说到甲状腺结节，我们会发现大多发生在女性身上，其实这和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有很大关系。甲状腺结节啊是可以预防的，不妨试试用一味药材泡水喝。那今天跟大家说的呀，就是蒲公英。蒲公英是田野里常见的野菜，很多人呢喜欢把它挖回家做菜吃。其实蒲公英也是一种药材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蒲公英富含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、活血化瘀等功效。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来说，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，这样可以帮助维持内分泌平衡，对改善甲状腺结节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，蒲公英还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、养胃护胃的效果。蒲公英呢，全身都是宝，不管是叶子还是根茎，效果都是不错的。那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呢，还要注意平时要少生气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，也有利于。现在有很多人经常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就导致甲状腺结节出现。当身体出现3种表现时，就可能是甲状腺结节来敲门了。第一，出汗多。如果甲状腺出现问题，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代谢水平，这时就可能会有出汗多的情况，尤其是早上，要考虑是不是出现了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脖子变粗。大家都知道甲状腺在我们的脖子上，那如果脖子变粗，并且有不对称的情况出现，就要考虑可能是甲状腺出现问题了，也要小心甲状腺结节。第三，情绪不好。如果你总是感觉烦躁易怒、情绪失控以及失眠多梦，这也可能是甲状腺出现问题了，要警惕甲状腺结节。想要改善甲状腺结节，要多注意饮食和情绪，没事呢多运动运动，也可以常用蒲公英干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消肿散结，有利于甲状腺健康。说到甲状腺结节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其实呢，甲状腺结节大多发生在女性身上，那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用2颗红枣搭配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很好看的花，其实呢，玫瑰花的药用价值也很高。玫瑰花味甘性温，具有活血散瘀、疏肝解郁、调理气血的作用。女性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呢美容养颜、调经止痛，并且还有保护肝脏的功效。那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也可以用玫瑰花搭配2颗红枣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散瘀消肿，提高免疫力，可以减少和缓解结节，对保护前列腺有一定的作用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除了上面这个方法外，还要呢经常的参加体育锻炼，避免碘元素的摄入，平时呢多喝水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才能够帮助缓解和预防甲状腺结节。那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其实呢这跟平时不好的生活习惯有关，尤其下面这2件事很可能是催化剂。第一个，喜欢熬夜。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熬夜的习惯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建议大家不要再熬夜了。经常熬夜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，那长期这样很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哦。
第二个，喜欢生气。生气是百病之源，经常生气容易导致肝气郁结，也会影响甲状腺健康，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出现。所以大家改掉爱生气的毛病，学会调节情绪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哦。所以大家远离上面这2件事，或许甲状腺会感谢你。建议大家还可以呢常喝点蒲公英根茶，有消肿散结的作用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帮助。这也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，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。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结节，其实这可能和你做的3件事有关。总是熬夜。熬夜对一些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了，经常熬夜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，这样就会增加甲状腺结节的发生，所以要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喜欢生气，生气是百病之源，爱生气、脾气大的人一定要小心体内出现结节，甲状腺结节就是一种，所以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。不注意碘的摄入。碘元素对甲状腺有很大影响，如果平时饮食不注意碘的摄入，过多过少都会影响甲状腺健康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盐分的摄入不要超过6克，有高血压的人不要超过4克。所以为了甲状腺健康，上面这3件事尽量就不要做了，改掉不好的习惯，平时注意饮食，也可以常喝蒲公英根水，对甲状腺健康也是有帮助。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虽然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，但是呢也要引起重视，要不然对身体伤害也是很大的。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那下面的这3种食物就要尽量少吃了。第一个，含碘高的食物，生活中我们吃的一些海产品，可能呢含有的碘元素非常多，那大家呢尽量的少吃，因为吃多了容易刺激甲状腺，使甲状腺结节生长速度变快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发物，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发物也要尽量少吃，因为呢它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增长。第3个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是一定要避免的，因为辛辣刺激的食物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刺激甲状腺，从而呢加重病情。所以上面的这几种食物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吃了。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散结的食物，比如莲藕、芋头、蒲公英根等，对预防甲状腺结节有好处。甲状腺结节经常发生在女性身上，其实这和内分泌有很大关系。如果内分泌出现问题，就会导致激素水平紊乱，从而引起甲状腺结节。所以平时要多注意下面的2件事，尽量少做。第一件，喜欢生气。对于经常生气的人，容易导致肝气郁结、内分泌紊乱，这样就会刺激到甲状腺，从而诱发甲状腺结节，所以要保持心情舒畅，尽量少生气。第二件，喜欢熬夜。熬夜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，长期熬夜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影响甲状腺激素分泌，增加甲状腺负担，也是诱发甲状腺结节的一大原因，所以呢要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那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黄瓜。黄瓜呢是我本人比较喜欢吃的。那黄瓜不仅含有很多的水分，营养也很多，有美容、化瘀、散结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呢吃一点黄瓜，能够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还有蒲公英根也有散结的作用，也可以多吃一点哦。来说说甲状腺结节。甲状腺结节在生活中呢很常见，若是有的话，平时饮食就要多注意了。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若你喜欢吃，甲状腺或许会感谢你哦。冬瓜。冬瓜是生活中经常吃的蔬菜，其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有利尿消肿的作用。那经常吃冬瓜可以帮助身体排毒，抑制结节增长，对保护甲状腺健康有好处。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它呢具有消炎消肿的作用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改善和预防甲状腺结节有帮助。除了可以吃这2种食物外，有一个规律的作息，多坚持运动，对预防甲状腺结节也是有帮助的。甲状腺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腺体，它呢也很容易出现问题，而甲状腺结节就是常见的。不过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改善，可以常吃2种散结食物。第一种，鱼鳔。鱼鳔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女性经常吃可以延缓皮肤衰老。除此之外，鱼鳔可以化瘀散结，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有帮助。
第二种，冬瓜。冬瓜是生活中经常吃的，冬瓜含有的水分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都很多，能帮助清理血管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经常的吃一点，有利于结节尽快消散。除了冬瓜，用蒲公英根泡水喝也能够帮助消散结节。那甲状腺呀是很脆弱的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保养，像烟草啊、酒精、高碘的食物等不碰还是不要碰了。得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